是不是很惊讶？我太惊讶了耶！看过大场面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危险，那时候那些人怎么都没有警觉啊？欢迎来到 Hi Day， 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娜。今天就又到了社会议题时事单元。1974年的8月15号是韩国的光复节，每一年的8月15会举办一些光复节的活动。这一天，朴正熙总统跟当时的夫人陆英修女士一起参加了一个纪念仪式，地点呢是中央国立剧场。朴正熙总统呢准备要进行演讲，当时呢是全部的韩国新闻媒体都有现场直播的。 이루어져야 한다는 것을 다시 한번 강조하면서 우리가 그동안 시정 大家可以看到呢，总统他在举行演讲的时候，就听到了台下有蹦蹦蹦的声音，非常很快的子弹声音，其中呢就有射到陆英修女士，她也因为被射到而死亡。死亡了？中弹身亡。枪声呢，到底是从谁射出来的呢？犯人是叫做文世光，23岁的一个年轻人，从小出生在大阪的一个在日韩侨。本来的目的呢是要射击总统朴正熙，不小心失误了，所以才会射到总统夫人陆英修。在事件发生的前几天，他从日本来到韩国，住进了首尔的朝鲜酒店。事件发生的早上8点，他就抵达会场，要准备进行突击，带着一个手枪史密斯威声手枪，总共有5发子弹进入了会场。早上10点的时候呢，总统跟总统夫人抵达了会场。文世光他当时已经在附近徘徊很久，听到总统10点要进来会场，他已经在大厅等待要下手了。可是呢，现场的警卫就有清空现场，因为总统要进来了，他就被驱逐了嘛。文世光就从另外一个入口又进到了大礼堂，总统要进行演讲的地方，准备进行第2次的突击。10点23分拿出了手枪，准备要射击的时候，他第一枪可能因为太紧张，不小心失误射到自己的位置底下。 이루어져야 한다는 것을 就要射到自己，对，他射到，所以他大腿其实是有受伤的。也因为他第一枪已经失误了嘛，所以他就想要算了，都不要康啊，他就从他的座位冲出来，要冲到讲台去射总统。后来第2发非常明显的，他的目标是朴正熙总统，可是第2发也失误了，射到了朴正熙的左侧。因为朴正熙是军人出身嘛，所以他反应非常快，他就迅速的躲到讲台下面。第3发呢是哑弹，第4发呢射到了陆英修的头部。最后一发呢，总统的保镖跟现场观众其实已经开始鼓噪了嘛，文世光就不小心被观众绊倒，射到讲台上方的国旗上方。总统的保镖紧急的要去制止他，中间一度有枪战的状况。17岁的女高中生张风华被流弹波及到而身亡。文世光他当场就被制服逮捕了嘛。之后呢，朴正熙总统继续的把他的演讲讲完。居然继续讲完，因为直播现场啊，陆英修女士赶快被紧急送医，经过了5个小时40分的手术，宣告不治身亡，终年是49岁。是不是很惊讶？我太惊讶了耶！我那时候是不是直播？对，好，他继续讲完，继续讲完。看过大场面的人就是不一样。警方首先是调查文世光这个人嘛，他是用日本名字叫做吉井行雄进入韩国。一开始有提到说他拿的那个里面是可以放5颗子弹的，对，现场呢有发现了超过5颗子弹的弹壳，有人说是6颗子弹，有人说是7颗子弹，至今还是个谜。除了文世光发的子弹之外，现场还有保镖的枪战嘛，对，所以也有可能是保镖的射出来的，不一定，可是这都没有查到。我猜觉得史密斯应该是7颗弹。为什么有这个推测？不知道，我脑袋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记忆。警方就要根据弹口找线索嘛，刚刚都有提到，总共5发射出了4发1颗哑弹嘛，警方就把现场交到所有的弹壳就收到了这个国科所做检验。可是如果有弹壳这样验的话，不是应该验出来说到底是不是都是他手这样出来的？对，搜查记录上面写到说呢，事件发生之后的3天，警方说有在舞台的另外一侧找到了其中一个子弹，不是文世光的子弹。可是呢，警方调查结果没有说这个子弹所属人是谁，是不是保镖还是？对，甚至可以说，说不定他有同伙。对，调查内容呢写得很含糊之外呢是没有公开的。我现在讲的这些内容呢是30几年后最近这几年才公开的调查内容。
事件当天，警方有去交缴一些弹壳资料之外呢，刚刚有提到说找到一颗子弹嘛，他最终没有送回国科所，但是记录有写到说有在舞台后方找到了一颗子弹，可是因为没有人签收，所以这颗子弹没有办法交回去。简单来说呢，就这颗子弹这个证据呢不见了。对，所以有可能射到他太太的，说不定是从舞台后方发出来这一颗。这就是一个很悬的枪杀案就对了。文世光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他背后到底是谁指使的呢？他的自白是说他是受到一个组织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，受到里面的一个干部金浩龙的指使而做了这件事情。在日朝总会呢，它其实成立的时间还蛮长，它是在1955年成立的，它到现在还是存在哦。它很神奇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组织呢？北韩跟日本没有实际的建交关系，在日的这些北韩人利用这个组织跟日本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嘛，交流协会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外交关系的一个角色。所以那个人是个北韩人。对。总联合会呢，会址是在东京都千代田区，还蛮高级的区域。它在日本有非常多的支部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机构，北韩3不5时都会给他们钱财。而且呢，总联合会他们掌握着日本大部分的柏青哥的产业。之前我有看过一本小说，柏青哥，对，柏青哥，他有拍成韩剧啊。有小说就是在讲在日的韩国人做了这个柏青哥产业，跟这个总联合会其实有一些相关历史渊源。对，文世光呢，他当时是怎么执行这个计谋的呢？他用的这个护照是他的女朋友，日本人叫做吉井美希子，他是用他女朋友的先生的护照，所以才会是有喜这个名字进来的，是用假身份就对了。用假身份。用的这个枪呢，也是偷渡来的，他是从大阪的警察偷了2把手枪，偷了10颗子弹，进入了韩国。他是搭着飞机进入韩国，那个年代其实没有 X 光扫描机器，把手枪跟子弹放在收音机里面，改造过的收音机，打开里面就是空的，然后把收音机放在行李箱里面过安检。其实这一招啊，很多人用。大韩航空的特工，北韩那个特工，他也是把炸弹放在收音机里面。我只是在想说，收音机这么危险，那时候那些人怎么都没有警觉啊？感觉收音机就是要拆开来。对啊，那这个文世光他是出生在大阪的一个算是有点贫民窟的地方，从小受到日本人还蛮多歧视的，也可能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就是累积了他对日本人很不满，跟对这整个社会很不满嘛，因此可能就是被洗脑加入了在日朝总会，而偏向朝鲜政权。这个事件发生的2个月之后，很快就开庭要处理文世光。那文世光呢，他不管是1审还是2审，都是被判刑死刑。最后呢，在1974年的12月20号实行了绞刑。你不觉得你刚刚讲的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吗？什么？他进来的时候是带了2把枪，1把手枪跟剩下的那5颗子弹都在他饭店的行李箱里面被翻到。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比较偏向是阴谋论的说法，这有点像是就是野史。对，刺杀事件的1年前，其实有发生了另外一个历史事件——金大中的绑架事件。金大中呢，有点像是民主化推动的一个社会人士。简单来说呢，他就是反朴正熙政权的一个人，因为朴正熙有点像是军阀治权嘛，军权管理，他们俩就是势不两立。金大中绑架事件呢，有一说是朴正熙他要把它除掉的，所以就在金大中去日本的时候呢，实行了绑架计划。朴正熙时代事情真的是不是？当时的说法是由韩国的中央情报局策划的，日本绑架金大中，将他秘密带回韩国处决他。但是呢，因为被绑架的地点是在日本，就不可能袖手旁观嘛。日本有要求韩国要查明真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犯罪行为？日本跟韩国就有一点点纷争了。那朴正熙他这个计划又有一点奇怪，为什么要在国外绑架？比较容易吗？我觉得是金大中那时候发现朴正熙要对自己不利，所以先逃到了日本。这次我没有查到。你在日本绑架他，你不如就做掉他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执行的。对啊，好迷样的计划方式哦，这些人。除了日本要求要查明真相之外，当时在日本的韩国人他们一起出来游行，要求韩国说明真相就对了。文世光也参与了其中，暗自决定要打倒朴正熙政权。为什么我会提到金大中的案子呢？是因为枪杀事件发生的前一天，韩国政府呢就公布了消息，说要终止金大中绑架事件的调查。
的隔天就发生了这个刺杀意外，才会有人说呢，刺杀意外他到底是北韩所为呢，还是朴正熙所为呢？是不是朴正熙他要自己把这个案子给盖过去呢？然后牺牲了他太太吗？可是也有可能本来不是要射到陆英修啊，野史的说法。对，因为很奇怪的点，文世光他在进入这么大的一个演讲活动，又是总统跟总统夫人在的，怎么可能没有被验身呢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对不对？怎么会就带着手枪进去了？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呢，其实韩国政府的立场是说呢，文世光他是在日韩国人，政府有说要求日本要好好的调查这件事情，并且呢，文世光的共犯也有这个日本女生嘛，有因此让日本跟韩国的情势非常的紧张。当时日本有派一个长官叫做追名岳三郎，刚好 schedule 有拜访韩国，收到日本政府的手写信道歉信啦，这个事情就落幕了。日本居然为这事情道歉？因为毕竟是在日朝鲜总会，在日韩国人都是在日发生的事情，韩国的立场就觉得这是你们日本在闹这样子。是啦，对，日本人慰安妇都不道歉了，就是道歉的标准，我实在是猜不透。对，刚好提到文世光很快就被开庭审判了嘛，罪名有哪些呢？内乱杀害罪啊、国家保安法、反共法等等，总共6项罪名，立刻就被判了死刑。那在日本这边呢，也有执行审判。审判对象是谁呢？金浩荣，也就是在日朝鲜总会的干部，指使做这件事情，有去调查这个人。日本呢，针对金浩荣跟吉井美希子，也就是他的女朋友去做调查。最后呢，金浩荣因为他没有实质的犯罪证据，后来就被无罪释放了。吉井美希子呢，违反了护照管理法，最后是得到了3年的有期徒刑。刚是说用他女朋友的老公的，对，老公的。为什么是女朋友的老公啊？就外遇啊！那个女生就外遇啊！外遇的对象是文世光，大家应该听得懂吧？大家会女朋友的老公，然后行，那讲错了吗？没有，就是他外遇。这边讲的很大部分的内容呢，都是当时的调查内容没有公布，都是在30几年后的最近才公布的这些调查内容。这30几年前那个时候，他太太的死亡就是一个谜咯。大家就是说，就是北韩操控的，然后没有这些 detail， 对 detail 都没有出来。本来一开始一直查，一开始说是日本人嘛，最后才查到是韩国人等等，这些很多细节是当时是没有公布的。当时其实整体的韩国国民是倾向说北韩把我们的国母给杀掉了。那当时没有公布的话，那个野史说朴正熙自导自演的部分就很有可能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然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布这件事情？他不是应该要大力的政治操作，发一下悲情牌吗？就是算悲情牌啊。后来有一部分说法，因为朴正熙最后不是也被枪杀死亡嘛，总统夫人就是49岁就过世了嘛，朴槿惠因此得到了很多同情票，就说他年轻丧母又丧父这样子。我们需要讲朴正熙是朴槿惠的爸爸吗？我好像一开始没有提到朴正熙是朴槿惠的爸爸，对。朴正熙他后来死亡这个事情呢，另外我们会再做一个关于韩国总统的诅咒的另外一篇，大家可以再收看一下。那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igher Day， 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韩国好多暗杀案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也要讲总统的那个？对。我觉得蛮长的啊。真的吗？已经快讲完了，金大东讲完就没了。不知道，最近我们都觉得录的时候很长，对呀、很短。臭狗狗，你今天还没吃药？你等我一下。可慢就好，还有一个在这个。好，那